乌军行动更进一步，收复哈尔科夫、沃夫恰河北岸东部城区，并再次成功袭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军事目标，这样不断消耗俄军资源。乌军下一步战略目标会是哪里？俄军加大入侵力度，要在2-3年内结束战争。为此，北约制定陆地走廊计划。北约各国开始提升军力，进入战备状态。其中的德国更是强调，必须要在2029年前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过去几天，乌军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他们的潜力，有序且凶猛地对俄军在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的导弹发射基地、指挥所、S-400等防空系统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别尔哥罗德出现的 M30 火箭弹碎片，足以证明乌军的覆盖性打击已经扩大至60公里。俄军目前不得不撤向距离边界更远的地方，这大大增加了俄军向前线的补给难度。俄军在哈尔科夫的处境愈发不妙。乌军在收复哈尔科夫、沃夫恰河北岸的东部城区后，正在向东北方向进一步前进。有数据显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出动了20个不同旅，近100个营的力量。尽管每个营不满编，但兵力超过了2万人，优势愈发明显。如乌军第3突击旅在利普齐以北方向推进速度很快，击溃和俘虏了不少俄突击部队的士兵。在沃夫昌斯克方向，就像前面说的，乌军已经切断来自西南方向的俄军补给线，成功夺回此地东北方向的几个地区。目前乌军正持续推进，收复更多领土。在哈尔科夫，俄军可以说已经彻底失败，原计划建立缓冲区，并吸引乌军抽调部队，给其他战线创造机会。没想到进攻了20多天，等来的却是武器使用限制的解除。乌军不但夺回了失去的土地，还反过来消耗了俄军大量装备，并能直接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本土目标。若是给俄罗斯一个机会，恐怕他们不会轻易开启战端。那乌军下一步会如何行动呢？据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6月4日表示，运用援助武器攻击俄本土目标是关键的一步，将对莫斯科的战术投射能力、边境地区行动能力造成影响，有助于击退俄罗斯攻势。路透也引述基辅消息报道称，举有助于乌军击退俄军攻势，能更好保护哈尔科夫东北部区域。由此可见，乌军下一步是要将现有优势扩大，继续对俄军造成高损耗。而除了哈尔科夫外，6月5日，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费奥多西亚等地疑似遭到乌军无人艇的袭击，目前俄军损失未知，看样子乌军在战场南端进展同样不小。近3周的不断袭击，消耗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资源。火力军甚至认为，等到俄军无法对克里米亚驻地进行补给时，可能就是彻底摧毁克赤大桥，使其成为孤岛的时刻。届时，乌军有极大概率会进行登陆作战，他们正一点一点实现自己的战略。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获得战果的过程疑似有外部势力的帮助。据塔斯社6月4日报道，俄高级官员康斯坦丁·加夫里洛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经过调查发现，乌克兰境内存在着92个侦察破坏小组，其中16个是美国的。按照俄方说的，这些侦察破坏小组成员包括了军官、雇佣兵、教官等，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维护暴风阴影、海马斯等武器系统，更多的是给乌军出谋划策。对此，加夫里洛夫警告称，这些人无论隐藏在哪里，都会被俄罗斯的武器命中，而这种直接点名警告的行为足以证明俄罗斯现在有多愤怒。此外，加夫里洛夫还对外透露称，俄军打算抓住欧美国家调整炮弹生产的空档期，在2至3年内彻底结束俄乌战争。加夫里洛夫认为，如今的北约和美国弹药库已经被搬空，捷克不可能完成炮弹订单，而从世界各国购买炮弹弊端也十分明显，如150毫米的意大利炮不匹配西班牙的火炮，西班牙的又不匹配法国的，法国的不匹配意大
大力大，完全是一团糟。加上此前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美国贝恩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俄罗斯目前制造炮弹的数量是北约成员国的3倍多，且一枚炮弹的平均生产成本仅为$1000，是北约使用的炮弹成本的1/4。就连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承认，俄罗斯加强国防工业生产的速度比北约预想的要快，而北约各国想调整好炮弹生产状态，大概需要2至3年的时间，所以俄军目标是在这段时间内搞定乌克兰。而消息一曝光，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据英国电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北约正在制定陆地走廊计划，以便在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时，将驻欧美军和装甲车快速调往前线。据悉，陆地走廊计划打算通过建设5条通道来使得北约快速调动部队，其中包括让美军登陆荷兰鹿特丹港，并在必要时通过铁路经德国运送到波兰。此外，北约还计划使用挪威、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瑞典、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港口，来使北约部队可以沿所创建的运输走廊不受限制的移动。值得注意的是，北约负责后勤工作的联合支援保障司令部指挥官亚历山大·索尔弗兰克中将向电讯社表示，俄乌战争的经验表明，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大型后勤基地已不再现实，新计划需要考虑到此类风险，并规定创建可持续供应链。北约高层领导也警告称，想要和平就要做好战争准备。目前已有不少北约国家在提升军事力量备战，如德国，除了在立陶宛陆续部署一个5000人的旅作为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对俄罗斯形成威慑外，德国在援乌和国防方面也有了新进展。6月4日，德国总理舒尔茨为允许乌军使用德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本土目标进行了辩护。他称，我们确信这样做不会导致局势升级，而且出于自卫的必要，是经过与合作伙伴协商后慎重做出的。6月5日时，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也再次强调，尽管法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可能会向乌克兰派出教官，但德国不会这么做。我们反对在乌克兰部署德国士兵和教官。但皮斯托留斯也表示，俄军的入侵可能不会停止，一旦俄罗斯获胜，届时会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北约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德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在国防方面，皮斯托留斯表示会继续武装自己，德国会在2029年前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一切准备，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技术和财政。如舒尔茨总理在6月5日每2年举办一次的柏林国际航空展开幕致辞中，承诺购买20架台风战斗机来应对未来可能恶化的俄罗斯和欧洲关系。据悉，该订单会在2025年举行的德国大选之前下达。新战机不仅是2020年订购的38台台风战斗机的补充，也是希望这些战机取代掉德国老化的龙卷风喷气式飞机机队。一方面，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6月4日宣布，芬兰将采购12门以上的新型自走炮系统，以强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防御力量。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上个月，俄罗斯表示计划重新审视并扩展其在芬兰湾周围的俄罗斯岛屿以及加里宁格勒周围的海上边界。为了防止俄军入侵，也就有了芬兰采购新火炮系统计划。目前，芬兰后勤司令部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预计采购20门自走炮系统，具体数量将视未公布合约金额而定。对于采购的自走炮系统，芬兰会将其组建成一支具备高机动性的沿海防御部队，从而在芬兰领海，包括沿海地区、群岛以及陆地上与敌对势力进行作战。芬兰此举强化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防御力量，并向俄罗斯传达了其维护自身安全和区域稳定的决心。另一方面，芬兰的7架 FA-18大黄蜂和大约100名军事人员首次在罗马尼亚加入了北约的空中警务任务。这不仅能加强了芬兰空军在北约结构中的整合，也加强了与成员国空军的合作，特别是英国。芬兰分遣队将与英国台风战机分队密切合作，在北约领空执行快速反应警报任务和巡逻飞行。此外，芬兰分遣队还将参加6月的拉姆施泰因传统演习，从而加强与盟军空军之间的互操作性。
美国打算进一步解除武器限制。据俄新社6月3日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国准备与乌克兰讨论关于扩大打击俄本土范围的问题。他说，美国将继续根据战场局势变化来调整对乌克兰的支持，保证乌军不会失败。其次是6月5日，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为避免独自承担，美国要求欧盟能无期限冻结俄罗斯在欧洲持有的资产，直至战争结束，并用产生的利润进行偿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坚持要在接下来的7国集团峰会前达成协议，因此接下来就要看该方案的相关细节能否快速确定，以及该方案能否得到欧盟所有领导人的批准，这其中便包括坚决反对制裁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交付第一批复制者无人机，这标志着美军到2025年8月部署1000个无人机系统的战略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强调，这个倡议正在产生实际的成果，这表明了以战斗力为重点的创新是具有很大的可行性的。这个计划是为了部署大量小型的无人机，在保证成本和效益的情况下，完成跨多个区域执行任务。希克斯在去年10月份宣布这个项目之后，这个项目一直就处于保密状态。据悉，这个计划涉及到了和商业制造商以及国防承包商的大量合作。国防创新部门表示，对于复制者无人机的生产，已经增加和加速自主可消耗系统的合同授予。复制者的系统被国防部指定为全域可消耗自主系统，专门为了快速部署而设计。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复制者被击落，也不会对整体军事能力有太大的影响，这就使得它特别适用于高风险地区。随着该计划的进展，国防部正在为明年复制者计划增加预算，预计将额外增加5亿元，这表明该部门致力于扩大这一创新项目。根据澳大利亚人报网站5月30日报道，澳大利亚将打造澳英美联盟级核潜艇。根据设计，这款核潜艇将能够发射下一代高超音速导弹，若能够完全实现，将会让澳大利亚的打击能力大幅加强。澳大利亚潜艇局局长乔纳森·米德表示，澳英美联盟级潜艇拥有的火力将会比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潜艇更为强大，并且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容纳无人潜航器和特种部队。米德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峰会上指出，这款潜艇将能够发射更远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能够发射更多的鱼雷。同时，它还能够携带更大的反应堆，这让它能够提供更多的电力。澳大利亚人报对澳英美联盟级潜艇做出了披露，称超过1万吨级的澳英美联盟级潜艇将比排水量刚刚超过7000吨的弗吉尼亚级潜艇更大。澳大利亚6艘常规动力的潜艇排水量才为3300吨左右，由此不难看出它有多大。但英美联盟级潜艇能够携带多少导弹，并没有相关的报道。米德还透露，将会推动澳大利亚投资者投资美国潜艇的生产，呼吁澳大利亚的投资者投资美国生产基地。做出这一声明时，澳大利亚纳税人注资46亿美元，目的是为了推动美国潜艇的生产，确保美国能够向澳大利亚交付承诺的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米德表示，目前对于澳英美联盟项目最大的问题是劳动力的短缺。对于劳动力的寻找和培训，是澳大利亚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6月3日，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波格马兹表示，乌克兰的一架侦察无人机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上空被击毁，整个过程中并无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波格马兹在报道中称，击落乌克兰的侦察机挫败了基辅政权，妄图利用侦察机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空袭的目的。相关消息表示，紧急情况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根据俄新社报道，6月4日，五角大楼公布数据。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国防部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份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合同，总价值达19亿美元。
五角大楼表示，这个订单的截止日期是2028年5月31日，所选择的工作的地点和相关的融资将根据这个合同中每个订单的具体细节确定。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也是基辅在乌克兰冲突中应对俄罗斯联邦的过程中最常用的武器之一。根据最新报道，近日白卡尔账户宣布 Barakita TB3 无人机成功完成了开路到 Edirne Kazan 的转机飞行。这款无人机于2020年10月29日首次亮相，在这个亮相中，相关部门提到了对国产发动机的测试，所以它使用的发动机被认为是 PD170 或者是它的衍生品。这款发动机当时被称为当时全球同类型产品中性能最高的发动机，它将会被开发成一种从航空母舰上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这在同类产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长度可达 8.35 米，高度约 2.6 米，翼展14米，并且采用的是折叠式机翼，最大的起飞重量是1450公斤，有效载荷能力为280千克。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飞行是用一架 Akins 无人机编队进行的，这种互操作性编队飞行的成功，展示了土耳其先进的航空技术能力。根据最新消息，近日美国国防部宣布，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在它甲板上成功地收回了一架 Mark 4.7高尔夫航空探空仪无人机。它是一种固定翼无人机系统，它的翼展能够达到 14.45 英尺，约合 4.4 米，最大有效载荷能达到32磅，约合 14.5千克。它的续航时间能够达到 19.8 小时。服务的高度上限能够达到14700英尺，和长达 19.8 小时的续航时间。这个型号具有自动发射和回收系统，包括液压启动发射器和净回收。它可以在各种数据链路牌频段上运行，能够达到45到65节的空速。这架无人机是希金斯号在菲律宾海战略水域作业的时候成功收回的，这展示了机组人员的精确度以及无人机的先进导航技术。这架无人机的作用比较广泛，它可以利用监视和侦察能力执行相关的任务，提供关键性的情报。它还能够进行实时数据的收集以及广泛区域的监控。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的作业范围，并且能够监控原本无法进入以及比较危险的区域，识别和跟踪潜在的威胁。通过提供早期的预警和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这有助于传播以及船员的整体安全和保障。关于开发这类舰载无人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与计划局就已经开始相关的计划。计划选择了6家相关的公司，探索的重点就是无人机在船上垂直起飞和降落。DARPA 表示，整体设计的正式飞行测试预计将于2026年初开始，没想到提前2年完成这个计划。其他资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看法，以及北约各国的备战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